重口味伪纪录片又来了，毁三观的驱鬼方式，疯狂的丧尸派对，还有惨绝人寰的人体献祭，全程高能，来自第一视角的沉浸式恐怖，你敢挑战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恐怖电影《致命录像带2》。胡子哥是一名私家侦探，这天他接到一位母亲的委托，他的儿子失踪了好几天，音讯全无，电话也打不通。由于失踪时间太短，警方根本不想管，因此他便雇佣胡子哥寻找儿子的下落。深夜，胡子哥和女助理驱车来到男孩居住的老房子，门是关着的，他们只能撬开窗户翻进去。偌大的房子里空无一人，客厅中电脑和电视机的屏幕亮着，旁边还放着一些神秘的录像带。诡异的是，胡子哥居然在白色的墙面上发现了血迹，血没干透，说明是不久前才留下的。胡子哥离开大厅，前往其他区域检查，女助理则留在原地，开始播放第一卷录像带。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，这栋房子里还有别的东西。故事1：临床试验阶段。一场车祸让米尔顿失去了左眼，好在今天他成功安装了一个，还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电子义眼，本以为会变成街上最靓的仔，可没想到回家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怪事儿。打游戏时倒杯水的功夫，桌上的遥控器莫名其妙移动了位置，接着厨房里的水壶又突然掉到地上，米尔顿瞬间没了好心情，打算回卧室睡觉，可怪事儿还在继续，床上的被子明明整整齐齐，谁知一转眼就变得皱皱巴巴，走近一看，下面鼓鼓囊囊的，好像躺着一个人。米尔顿掀开被子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没等他缓过神，一个男人的鬼魂差点来了个贴脸杀，可能刚才躺在床上的就是他。米尔顿吓傻了，飞快地躲进卫生间，以为是义眼坏了，他联系医生要明天到医院修一修。可是事情并不简单，躲起来不是办法，见外面没了动静，米尔顿鼓起勇气走了出去。忽然走廊里的光线忽明忽暗，下一秒他看到了一个女孩的鬼影。惊魂未定中，米尔顿再次躲进卫生间，天亮之前是打死也不敢踏出房门半步了。第二天，他透过门缝朝外面浅看了一下，确定没有异常后才大胆走出去。想必昨晚没睡好，米尔顿躺在沙发上，很快进入梦乡，直到门铃声响起，他才惊醒。敲门的是丽莎，原来她和米尔顿一样，都能看见鬼魂。丽莎天生失聪，16岁那年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蜗，从那时候起，周围正常的不正常的声音她全都能听见。丽莎说，刚才一进门，她就看到一个女孩的鬼魂，还听到了女孩的哭声。听到这儿，米尔顿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想拆掉义眼，宁愿瞎了一只眼也不要见鬼。丽莎问他有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儿，如果有，拆掉义眼不过是掩耳盗铃，因为鬼魂一直都在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说话间，一个赤裸着身体的肥胖男人出现在丽莎身后，对此丽莎却很淡定，她告诉米尔顿，男人是他的叔叔，已经跟了他好一段时间，赶走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。丽莎宽衣解带，和米尔顿不可描述了一番。3分钟后，叔叔的鬼魂果然消失，丽莎也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奇怪的是，米尔顿准备回房休息，却看到被子下面又鼓了起来，难道是丽莎？可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，躲在里面的竟是小女孩。与此同时，丽莎被鬼魂拖出房间，扔进了游泳池，挣扎过后还是溺死了。米尔顿想逃，可是家里到处都是鬼魂。尽管丽莎前面已经说过，但米尔顿还是不死心，最后竟然亲手挖掉了义眼。不出所料，鬼魂还在，忍着剧烈疼痛的米尔顿还是被鬼魂索了命。故事结束。胡子哥巡查回来，这时他们在录像带上发现了男孩留下的讯息。他表示，房间里的这些录像带都是他花大价钱从黑市买回来的，要想找到他，就得先看完这些袋子。于是又一盘录像带被胡子哥他们打开。故事2：公园骑行。麦克是一名骑行爱好者，这天他正在国家公园中骑行，忽然一个女人惊慌失措冲到路上，见到麦克，女人不停求救，可还没问清楚情况，女人就开始疯狂吐血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传来了可怕的嘶吼声。麦克拿着一根棍子，小心翼翼上前查看，结果惊呆了，居然是几只丧尸。好心的麦克想带女人一起跑路，然而女人却在这时尸变。
麦克猝不及防被他扑倒，挣扎中麦克总算杀死女人，可是他的脖子也已经被丧尸咬伤。眼看狮群越来越近，麦克拼命逃跑，没跑多远，他和那个女人一样开始吐血，最后滚下山坡晕了过去。不久，一对骑行的男女恰好路过，看见躺在地上的麦克，女人连忙打电话请求支援，男人则走上前查看麦克的情况。就在这时，尸变的麦克突然发动攻击，两个好心人就此领了盒饭。公园的另一边，一家人正在兴高采烈地举办生日派对，殊不知死神马上降临，狮群毫无征兆闯进现场，大开杀戒。见状，参加派对的人四散逃跑，脚力不行，落在后面的难逃一死。虽然有人勇敢反抗，可惜力量实在太小，麦克也在猎杀者的队伍中。当他试图袭击一位年轻的父亲时，却透过车窗玻璃看清自己现在的样子。错愕之际，耳边传来一声枪响，有人朝他开了一枪，没有击中大脑，因此并不致命。随后，麦克又被一辆汽车从身上碾压过去，双重暴击下，麦克依然坚挺地活着。这时，女友突然打来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。麦克似乎还残存着一丝人性，担心伤害到女友，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拿起地上的猎枪，引弹自尽。看完这个故事，女助理似乎开始不对劲，不仅头疼欲裂，还疯狂流鼻血。贴心的胡子哥准备到外面给他买点止疼药，而女助理也很敬业，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，继续打开下一卷录像带。殊不知，隔壁的房间里，一道鬼影正趴在地上，死死凝视着他。故事3：纯洁天堂。马克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组建了一支走进科学团队。最近，他们正在拜访某个印尼宗教，老王正是宗教首领。他坚信天堂不是虚构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他们的宗教已经在一步步接近天堂。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，马克一行人来到宗教大本营。门口，两个女信徒早已等候多时，他们将一个奇怪的护身符送给了马克的女友丽娜。刚走进房间，墙上的照片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是老王和信徒们的合照，每张照片下面都挂着护身符。丽娜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，连忙摘下护身符递给了马克。马克本想送给摄影师，却被对方非常嫌弃地踢到了角落。随着不断深入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这里除了大人，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，他们都是孤儿。在这里上课学习，老王在他们心中无疑就是父亲般的存在。目前为止，一切都还很正常。来到老王办公室，访问即将开始。突然，丽娜恶心不止，连忙前往楼下的卫生间。马克还要负责采访，暂时不能陪他。担心出事，同伴亚当在征求马克的同意后也下了楼。丽娜的恶心症状很快得到缓解，她好奇地走进一间教室，学生们一言不发，都在认真画画。两个女信徒走了进来，对着丽娜说了一些神神叨叨的话。就在她感觉浑身不适时，亚当找了过来，成功帮丽娜摆脱了女信徒。马克这边采访本来进行得好好的，结果摄影师突然跑过来告诉他电池快没电了。没办法，马克只好到楼下的车子里寻找备用电池，留下摄影师一个人和老王面面相觑。采访不顺已经让马克很头秃，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。车上的摄影机镜头中出现了丽娜的身影，原来呕吐是因为她怀孕了。马克脸都绿了，喜当爹已是人间不幸，更惨的是孩子亲爹居然是自己的好哥们亚当。得知真相的亚当同样高兴不起来，他觉得对不起马克，似乎不想让孩子出生。争执过后，亚当独自走开。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，摄像师主动开口，可老王根本不想搭理。他神色慌张，对着话筒向所有信徒宣布，通往天堂的大门即将敞开，所有人和我一起准备迎接这神圣的一刻。教室里，老师将饮料分发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上，老王鼓励孩子们不要害怕，要勇敢追随他的脚步。另一边，亚当发现一间血迹斑斑的密室，掀开桌上的白布，里面躺着的是一具女尸。他似乎也受到老王的召唤，如丧尸般复活了。好在亚当及时跑开。老王一边振振有词，一边脱衣服。敬业的摄影师居然还没意识到危险，直到他看见老王刻在肚子上的符文，才惊觉大事不妙。可惜来不及了，老王发疯似的扑倒摄影师，掏出刀子将其虐杀。落单的丽娜也被女信徒们抓走。
路过教室时，亚当看到所有孩子以及老师全部死去。没错，喝下去的饮料其实是毒药。马克听到广播后，连忙折返回大楼，却在大厅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：男人们一动不动站在这里，紧接着集体朝脑袋开了枪。后知后觉的马克终于明白，这回是捅了邪教的老窝了。见马克出现，一个持枪的信徒冲了出来，马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将对方制服。眼看被俘，信徒居然当场自尽。危机并未解除，又一波信徒出现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马克最终还是被他们抓了起来。亚当听到枪声后一路找过来，可他根本无法阻止狂热的信徒。枪杀马克后，信徒也举枪自尽。亚当瘫软在地，崩溃不已，直到耳边传来丽娜的尖叫声，才将亚当拉回现实。疯狂的信徒们正抬着丽娜前往恐怖密室。为了救出丽娜，亚当只能振作精神。他找到一根铁棒当做防身武器，可是才刚到门口，密室里便传来爆炸声。恍惚间，亚当看到一个怪物爬了出去，紧接着浑身是血的老王晃悠悠地来到面前。他让亚当别再白费功夫，因为仪式已经完成。伴随身体一阵抖动，老王砰的一声，肉体瞬间炸成了番茄酱，洒落一地。顾不了那么多，亚当进入密室，发现丽娜正在被4个女信徒紧紧按在桌子上。爆发洪荒之力，亚当成功干掉了绊脚石。可是想带丽娜离开，似乎没那么容易。丽娜刚怀孕不久，原本平坦的小腹现在居然高高隆起，邪教徒还在她的肚子上刻下了符文。更可怕的是，隔着肚皮，里面的胎儿竟然蠕动着。丽娜痛苦尖叫着，孩子马上就要破皮而出，毕竟是自己的骨肉。一时间，亚当不知如何是好。几分钟后，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，一只长着山羊角的怪物钻出丽娜的肚皮。这样的好大儿，谁敢要？亚当爬起来就跑，途中成功躲过丧尸摄影师的攻击。路过教室时，里面传来诡异的歌声，死去的孩子和老师居然复活了。亚当拼命杀出一条血路，然而身后的怪物依旧紧追不舍。逃到大厅时，那些被枪爆头的男人也全部尸变。面对狮群围攻，亚当侥幸逃脱，打破车窗，他终于驾车逃离。然而能开车并不代表安全了，后方传来怪物的咆哮和脚步声，下一秒车被推翻，亚当随即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，车身一阵剧烈晃动，他试图爬出车厢，却听到头顶上方传来低吼声，怪物亲切地喊了他一声爸爸，直接把亚当整无语了。最后亚当死在了好大儿的手上。回到现实，胡子哥买完药回来，发现女助手已经晕了过去，旁边还放着一卷录像带。根据上面的提示，胡子哥把袋子插进了播放器，也就是影片最后一个故事——外星人绑架事件。家里的父母前脚刚出差，他就召集一帮小伙伴来家里尽情玩耍。不料当天就发生了怪事儿，水下嬉笑玩闹时，有人隐约间看到怪物出没，可一眨眼，怪物又消失了。以为是幻觉，所以并没有人在意。放飞一整天后，更大的危机也在黑夜来临时悄然降临。屋子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声，与此同时，门口还出现了一些似人非人的怪影，所有人瞬间慌了，他们赶紧把门反锁，并且第一时间报警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总有头铁不怕死的，比如接下来这个小年轻。他从地下室拿到猎枪，叫嚣着来到门口，结果狠话还没放完，就被外面的神秘怪物无情收割。很快，这群怪物潜入房中，他们无路可逃，眨眨眼的功夫，大家就给怪物瞬移到湖水之中。此时，耳边不断传来轰鸣声，他们这才意识到发出强光和声音的是飞船，而那些怪物居然是外星人。大家有惊无险爬上岸，唯独水性不好的家里晕了过去。外星人不断逼近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然不多。好在最后一刻，家里清醒过来，他们跑到附近的树林里躲了起来。但外星人随即追过来，四处搜寻人类的足迹。原本他们是可以逃过一劫的，可意外总会发生。妹子的狗狗在关键时刻狂吠不止，外星人好像听到了。就在所有人绝望时，传来警车的鸣笛声。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们拼命朝警车跑去。
可是抵达目的地时，警车却原地消失了。原来这只是外星人的障眼法，这下所有人都逃不掉了。他们被外星人抓进飞船，期间狗狗意外掉落到地上，领了盒饭。绑在他身上的摄像头则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看完这个故事，胡子哥有点懵，但录像带还没有放完。最后出镜的正是胡子哥要找的男孩。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在这间老房子里自杀了。胡子哥很奇怪，既然人死了，那么尸体在哪里？就在他满腹疑问时，离奇事件再度上演。本该死去的男孩原地复活，踉跄着离开了房间。胡子哥和女助理进来的时间点，恰好就是男孩消失的时候。胡子哥有些错乱，突然昏睡的女助手惊坐起，她像丧尸一样扑倒了胡子哥。不过胡子哥并没有受伤，击退女助手后，他躲进了衣柜。巧的是，消失的男孩也在里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胡子哥光荣下线。影片延续了第一部的框架结构，由一个主线引出4个不同的恐怖小故事。不过在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上，第二部进行了创新，比如把视角放在主角的义眼上，或者是给狗带上了摄像机，尽量让拍摄变得合理化。视效上依旧充斥着浓浓的血浆味，该有的重口一点没少，所以喜欢恶趣味靠片的人一定不要错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